对面啊，就是陆家嘴的金融街。这边还有一片水系。这个房子都是一手建的，离这里陆家嘴更近啊，其实就陆家嘴的正对面。江上啊，走的游轮是很少的，只有停靠在江边的这些游轮，而且这些游轮也不大像是私人的，应该都是一些企业的。黄浦江呢有几个拐弯的地方，这个陆家嘴这边呢是一个弯道。嗨，大家好。刚刚呢，我是从我的左前方那边杨浦滨江这些步道一路走过来，大概半个小时，看到很多老的建筑物、老的仓库、码头设施都被保存着，又赋予了很多休闲的设施，而且遍植这些美丽的花卉感觉这一段新的滨江道非常值得到这边来打卡。好了，我现在呢就是要走出杨浦滨江，然后看看能不能前往虹口滨江，就北外滩那段。那段呢以前都去过不止一次，但是它就是这段黄浦江杨浦滨江的延续那我们准备走过去看一看。这边我看到有一些路牌刚刚我看到那个是毛麻仓库，还有什么抖音咖啡秦皇岛路渡口现在这边应该到此为止了现在走出这个前往虹口滨江。这边应该还在修建之中有很多老的建筑已经得到了翻新，而且这边你看很多漂亮的花卉，这个可是花很漂亮，应该是梅花这一段左侧的江岸呢还在修建之中，没有完全的贯通，所以我们走到外面的步道上来。天气变热了，就像我跟大家报告的，今天早上9度，但是到了中午呢，可能就达到20来度。幸好我带了包所以我刚刚已经脱了一件我的外套，否则的话越走越热是个物流公司吗？环视物流。应该都是一些游轮的码头但是刚刚我看到牌上有写，当年语法勤工俭学的学者们应该就从这边上船了。这里是光华管理学院的算是教学楼吗？
王府码头旧址。总之，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留存下来的房子，那很多人值得把它保留下来。通过一段改造呢，就是赋予新的意义。你看，这边还是好多的旧楼，这些旧楼呢，现在都会把它改造成新的功能。这里有写王府码头旧址，这些以前都是王府码头的一些设施吧。这个地方就是秦皇岛路渡口。我们改天再到上海来一次渡轮游，那今天我们就过江了。你看这边的电动车都是可以直接过江的。到了这边已经到了虹口滨江了。在管制空气之起，如有违反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处罚。好，今天我们就开始虹口滨江的漫步。虹口滨江因为就是位于黄浦区边上啊，距离老的商业街区最近的地方。那么这边呢就会优先的被关注，被重建啊，所以这边早早就变成了滨江风光优美的地方。那以前我们当然来过很多次了，今天不妨再来走一段。看到牌子上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北外滩旅游度假区。那跟这个阿姨拍个照，合个照好不好？我给你们3个。看到有很多穿着统一服装的人在这边散步。好，我们现在走到江边去，在更清洁的地方漫步。看到黄浦江上这种运货的轮船还是不少的，有大有小。这边的滨江呢，跟刚刚的黄浦滨江来比，好像更加的摩登一些，更加现代时尚一些。因为这边我估计以前也是啥都没有，你看这个房子都是新建的，把你往回看啊，就杨浦滨江那边的江边的新房子，这种时尚的大楼还是少了一些。但我相信要不了个5年10年啊，都会建到那边去的。对面啊，就是陆家嘴的金融街。你看啊，各个银行的这种招牌啊，都在这些现代的大楼的房顶或者是显眼的位置上。非常开阔了啊，江边都变成了绿地。
这边应该有一个闸口啊，有一条河帮在这边拦住了去路，我们看了就要迂回一下，应该是从这上面可以走的吧。哟，这个是关着的。上海的春季啊，除了下雨以外啊，其他晴天的时候呢，还是非常好逛的，因为比较温和，不会寒冷，然后树木都开始绿了，花都开始开了，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季节。就把握这样的季节，街头漫步。在新的城区，在改造的旧城区，还有就是有水景的地方等等啊，这些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的这种休闲活动啊。能看到同一个服装。有想法不好？应该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吧？是漫步活动吗？哦，这边还有一片水系。啊，这个房子都是一手建的。三个一起起点，哎呦，来1、2、3。专门媒体的人在这边拍照，应该是一个有组织的活动。我看大家胸前都有号码牌，我估计就是在家漫步的一段距离，大家一起在这边走路，还是挺不错的。在这边是大家盖章的地方吧。挺不错。你要走近一点，太远了都不行。这种叫什么？扭王之块，就是防护那个潮水的砖嘛。做成这种形状，好像更能够拦截潮水。哇，站到这儿来了，离这里陆家嘴更近了，其实就是陆家嘴的正对面的。我们来看一看对面的那些大楼。前方呢是全球创新港，名字起得非常之大。前面有很多人群聚集在那边，应该这次慢走活动的一个起点吧，我们过去看看。换了一块电池，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活动叫最美丽人行就是妇女们穿上统一的服装，沿着江岸漫步走。不少人都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上海虹口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觉得可以把它理解成步行马拉松。这边禁飞无人区。又经过一处小港湾，这个跟刚刚我看那片水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你看这边这个港湾里面停了不少的游艇，这些游艇呢，我不知道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写的都什么什么，名称看来应该都是公。一个城市有河，然后有这些游艇就组成的这种风景，会让人家比较感觉时尚、舒适、休闲。从这边望过去，已经看到最高的这个白玉兰广场那个大楼了。但是我们还是到江岸去走走。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它都是一段又一段，把它没连成一片因为这个中间都有很多的水闸，其实也有很多的流入黄浦江的小河冲被阻断了，所以不得不再回到大马路上去。现在这个马路上人看来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热络的感觉。从这边可以看到更多的游艇停在这里。现在中国老百姓很多人已经开始慢慢对房车有兴趣了，就买不起房车或者觉得房车太大的话呢，就弄一个床车。总之就是开着车去游山玩水
但更高级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这种游艇。你看啊，这种漂亮的双体的游艇。那这个游艇啊，真的在近海这边随意的可以逛逛啊。我上次看到有专门从香港开过来的。我们去到一些欧美的城市，最漂亮的风景线就是停在河边或者海边的这种大大小小的游艇。像这种游艇呢，很多都是私人的，就大家在休息天就会驾船出海。水上觉得是非常自由。你看这个游艇叫什么？柯桥中国轻纺船，这上面有很多人在这上面，应该可以搞活动的，是出租的还是怎么回事？我们维持很稳战性，他们和你维持现在200-300米，他们没有提高速度，不像他主板和车道线，他们一直在走。这个半小时你妈妈在走，这么快去干啥？不够了。这小孩子回家去做一下。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做好一个作业，看到了。有一个货轮，这个货轮后面还有一个应该是领航船吧。江上啊，走的游轮是很少的，只有停靠在江边的这些游轮，而且这些游轮也不大像是私人的，应该都是一些企业的。好过没有吧？对面看到东方明珠电视台，还有就是陆家嘴的这些高楼群。我已经隐约看到了浦西外滩，当年这些西方西洋式的建筑物成为万国建筑群。今天呢，就是趁着有空啊，特别是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我就顺着上海的黄浦江岸边来一次长距离的步行。我们今天从杨浦滨江那边出发，现在呢处于虹口滨江，经过了北外滩这一块啊，等一会儿我们就会前往外滩，也就是黄浦滨江的一部分。那我们一路往下去，中间呢因为距离太远，相信也会借助一些公交，然后呢再转到下一段。总之呢，今天的目的地就是
布达西汇滨江不罢休啊。那我们也在路上呢会量力而行，适当的呢进行一些停留，喝点水，吃点东西啊，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下一段。那这一段虹口滨江呢还没有走完，我们还加把劲啊，走过虹口滨江，到了外白渡桥附近呢，我们就结束这第二段的步行。这些应该都是观光的上海九市的一个。这个地方呢是会有国际邮轮的，也算一个母港。沪港引11号，这是一艘什么船呢？它是引船吗？对面水波祥龙餐饮4个字的下面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建筑物，像是一种艺术化的建筑物啊，串起了很多连廊。这个就能感觉巴黎的那个新的凯旋门啊，就是现代建筑那个新凯旋门的样子。你看啊，这边就有这种栈桥，就跟那个机场的栈桥差不多，只不过它是连接邮轮这种大船的，就在这个上面呢就登船。看来刚刚我看到那个什么立人行的活动啊，一直延续到这边啊。黄浦江呢有几个拐弯的地方，这个陆家嘴这边呢是一个弯道，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闵行那里啊。这边应该就是刚刚我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个聚集点，不知道是一个出发点还是结束的地方。写着运动员入口，其实就是女性们啊穿上统一的服装，在滨江走相当一段路。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全走。也会提供一些饮料之类的。右侧呢是一个运动场、游乐场啊，就是通过各种管道可以溜下来的这种儿童比较喜欢的一个游乐场。最近上海外国面孔越来越多了，因为确实中国对很多的国家给予好像是1个月的免签嘛，基本上你只要有行程表、有地方住，那你不需要签证都可以过来。这边有个金属锃亮的球在那边。上面写的2个字写鸟里。
你看啊，这边还有一个栈桥。这边还有一个什么活动叫洛克王国，应该是一个商业活动吧。我每次到这边来都会见到一些大型的活动吧，今天也不例外。有些呢是公益活动，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是消防安全宣传活动，今天应该就是普通的游乐啊，还是一个什么推介的活动。因为很正常的呀，体检费跟报名费就很正常的。好了，这边呢差不多走到外滩虹口滨江的尽头了。前面这个应该是个灯塔吧。那我们就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在北外滩虹口滨江漫步这一段的结束。我们在这边等一会儿还会继续出发，走过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然后前往外滩，到那边呢进行第3段的步行，就是黄埔滨江的步行啊。那黄埔滨江很长，说不定我们会把它分成2段。好了，那我们这一段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一会儿见吧，拜拜。